Hello，大家好。本周又一轮抵押贷款利率加息席卷了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市场，这是因为定价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目前已经较3月份的低点上升了100个基点，所以大多数抵押贷款机构都在持续提高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过去一周，几大银行已将固定利率上调了15至40个基点。最近几轮上调让很多固定利率都上升至6%至7%的区间，现在1年期固定利率已经高达6.25%左右。随着5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3.6%的关键门槛，贷款机构下周将继续提高固定利率，幅度可能在30个基点左右。加拿大债券收益率上涨是在其他国家央行最近加息后发生的，本周就有多家央行加息，比如英国央行加息了50个基点，瑞士央行加息25个基点，挪威央行加息50个基点，土耳其央行加息650个基点。现在他们的基准利率已经高达15%，高于巴西13.75%的基准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鹰派言论也将会继续推动债券收益率上涨。现在美联储所有成员一致认为，今年进一步加息是适当的。他们的点阵图表明，2023年还会加息2次。各国央行的动作加剧了市场对政策利率高于预期的担忧。加拿大央行周三发布的会议纪要也显示，加拿大央行认为，随着家庭支出增长复苏、消费者信心回升以及通货紧缩势头放缓，货币政策仍未起到限制性的作用。市场预计加拿大央行7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75%。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在6个月内2次对6大银行实施了更高的资本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在报告中指出，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的主要原因是金融风险持续上升。目前高利率的环境使负债累累的家庭和企业更容易受到冲击，这反映在最近几个季度加拿大家庭债务偿还比率的稳步上升，这是由于利率上升，本金支付下降。根据监管备案数据，大约12%的未投保抵押贷款人的月供还款只在支付利息，甚至是负摊销。负摊销指的是月供还款已经不够支付利息部分，每个月利息未偿还部分会计入本金，也就是他们的债务将越还越多。如果月供长期只还利息或者是负摊销，这无异于向银行租房。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还指出，由于全球央行都致力于降低通胀，全球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外部风险也持续构成威胁。未来的道路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始终认为，延长抵押贷款摊销期限是一个巨大的金融风险，尽管它是一个防止抵押贷款违约的临时解决方案，但是短期凑效而后患无穷。随着加息冲击房地产市场，很多抵押贷款的摊销期限延长了几十年，大量借款人目前仅在支付利息。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2022年度的报告显示，其住宅抵押贷款组合中有26%的摊销期限超过了35年。多伦多道明银行2022年度的报告显示，其住宅抵押贷款组合中25.2%的摊销期限超过了35年。这还只是2022年的数据，现在这个比例肯定要高得多。延长摊销期限的贷款基本都是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现在加拿大浮动抵押贷款产品有2种类型，一种是还款额随着央行的基准利率变化，另一种是固定还款额，每月支付完全相同的月供还款金额。固定还款的浮动利率贷款，月供利息与本金的比例会发生变化，每次加息，月供还款中的本金都会相应减少，而债务本金就会增加，偿还抵押贷款的时间也会被拉长。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这类抵押贷款需要续签合同时，随着贷款本金增加，借款人的借款资格可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原来符合借款条件，随着本金增加到一定程度，借款人可能会不符合借款条件。如果借款人不符合借款资格，贷方可能不予续约。对于他们来说，续约日即是审判日。从去年春季加拿大房价到达峰值之后，房屋销量就持续暴跌。
虽然近几个月销量有一些起伏，但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这说明当前的房价已经与加拿大人的购买力相差太远，加拿大的经济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高的房价。皇家地产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最近首套房买家中有 67% 的购房者担心首付不足。这个调查还发现，全国 35% 的首次购房者得到了父母或者是亲戚的帮助来提高首付，其中有1/4的人表示，他们每个月都有父母帮忙支付抵押贷款。加拿大的经济无力支撑如此高的房价，还体现在加拿大大城市中产阶级空心化方面。旧金山纪事报用厄运循环这个词来概括旧金山中产阶级空心化导致城市螺旋快速堕落的过程。旧金山不仅是很多世界知名公司的所在地，也是见证房价上涨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负担不起高房价，中产阶级家庭多年来一直在逃离这个城市，这使得旧金山市中心急剧分化为极端富人和穷人的城市。现在旧金山的社会问题包括过高的房价、高犯罪率、数量飙升的无家可归者、毒品泛滥、空置的办公室和逃离的企业和中产阶级。这些问题使得城市厄运不断循环，情况越来越糟，看不到尽头。加拿大的城市衰落可能同样始于中产阶级空心化。现在旧金山类似的问题已经开始困扰加拿大的城市中心，并形成厄运循环的开始。最近我在我的频道做了几个调查，从侧面也印证了这方面的问题。第一个调查是你每月在房产上的花费占收入比例的多少，总共有5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0至 25%， 第二个选项是 25% 至 50%， 第三个选项是 50% 至 75%， 第四个选项是 75% 至 100%， 第5个选项是超过 100%。总共有824人参与投票， 34% 的人选择了0至 25%， 26% 的人选择了 25% 至 50%， 24% 的人选择了 50% 至 75%， 8% 的人选择了 75% 至 100%， 还有 7% 的人选择了超过 100%。 66% 的人每月在房子上的花费超过了月收入的 25% 以上，近40%的人选择了超过 50% 以上。这个数据说明，加拿大房屋抵押贷款的实际偿债比率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因为官方公布的数据远低于 20%。还有一个调查就是，你认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抛售潮会发生在有3个选项：3个月内、半年内、1年内。有 13% 的人认为会在3个月内， 34% 的人认为会在半年内， 53% 的人认为会在1年内。这个调查说明，大部分人已经都做好了房产市场长期调整的思想准备。我也认为本次房产市场调整是一个长周期的调整，这个周期的长度是1年、2年还是3年、5年，以目前的条件还无法判断，但无论如静观其变肯定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